首先说一下 Agentic AI。那 Agentic AI 这个词儿不是我造的，那这个词儿呢，实际上已经是今天在我们的学界，在 AI 的从业人士里面，大家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了。而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黄教主是吧？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他在他的客户大会上跟大家去做分享，他讲了一个曲线，他说在他看来 AI 会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 Perception AI。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正好我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就在做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用 AI 去做图像识别、声音的识别。那这些工作其实相当于是让 AI 像人的眼睛和耳朵一样扮演一个智能的一个感官系统，所以我们叫 Perception AI， 叫感知智能。那第二个阶段呢，叫什么呢？叫 Generative AI。Generative AI 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啊。Generative AI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词汇，生成式 AI 是吧？生成式 AI。那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好是我19年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深度学习在开始改变自然语言处理这个人类人工智能领域最难的任务。而我们都知道，人的所有的思想，人的所有的智慧，其实最核心是什么？就是人的语言能力。所以我们称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是吧？就像数论，像各种各样的这些像类似于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它是我们的这个数学里面皇冠上的明珠。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而正好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自然语言处理被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彻底的革新了。今天的人工智能在去做类似像人一样的推理、思考、语言的能力，已经在很多的维度上超过了人类的水平，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 Generative AI。那接下来两个阶段呢，一个叫 Agentic AI， 一个叫 Physical AI。Physical 的 AI 其实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 ，Physical AI 其实就是在物理世界里面能够行动、能够执行任务的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我们叫具身智能 Physical AI。那 Agentic AI 跟 Physical AI 它类似。其实它也是机器人，它唯一的区别是它不是在物理世界里面的机器人，它是在虚拟世界里的机器人。虚拟世界里面的机器人干什么呀？它其实就是在电脑上像人一样工作。也就是说 Agentic AI 和 Physical AI 是继 Perception AI 和 Generative AI 这两个阶段之后，给人工智能装上了手和脚。Perception AI 是拥有了让人工智能拥有了眼睛和耳朵， Generative AI 让人工智能拥有了大脑。而如果要想真正的产生生产力，一定要最后走到 Agentic AI 和 Physical AI， 因为它是在虚拟世界装上了手和脚，另外一个就是在物理世界装上了手和脚，装上了手和脚就变成了劳动人民，是吧？就可以产生生产力了，就不是光说不练的 AI 了，而是真正能创造价值的 AI 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整个 AI 领域大家都在研究的最新的方向，叫 Agentic AI。而这个 Agentic AI 实际上在今年才真正的火起来。我们可以说，全球的所有的大模型厂商，包括做 AI 应用的公司，今天都在做 Agentic AI 相关的工作，是吧？有人在研发 Agentic 相关的模型，我们叫 Agentic Model； 有人在做 Application 我们叫 Agent， 是吧？所以其实今天明略我们在这领域里面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是在 Agentic AI 领域里面走到全球的前列的公司。而且也是最近刚刚登陆资本市场的可能第一家在做这个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模型的公司。那提到这个 Agentic AI， 这里面首先要讲解一下 Agent 的这个技术，实际上其实也已经出现很久了。可以说有人工智能、有计算机之后呢，就一直有 Agent 的这个概念。Agent 实际上就是让机器人自动干活，是吧？机器人代表人来去干活。那这个 Agent 在有 Generative AI 没有大语言模型之前和有大语言模型之后，它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右边这张图呢，正好是我在北大的一个校友，那她后来是 OpenAI 的这个副总裁，也是一个女生。她写过的一篇 paper， 一篇博客的文章，叫《基于大语言模型赋能的无人智能体》，叫 LLM Powered Autonomous Agent。那为什么有大语言模型和没有大语言模型对于 Agent 有很大的区别呢？因为在没有大语言模型之前，我们的 Agent 是怎么工作呢？是人思考一个任务，然后由人来去分解这个任务，分解完了以后，最后可能局部的任务交给机器来自动化执行。比如说我写个程序，写个代码，或者说上一代比如说叫 RPA， 是吧？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但是有了大语言模型之后呢，大语言模型有一个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在这张图的右边的这部分叫 planning， 就是规划能力。规划能力，我相信今天咱们在场的每一个朋友，大家肯定都会使用大语言模型做规划。最简单的规划做什么？做旅游的行程规划，是吧？我相信咱每一个朋友现在出去玩，可能都会用大语言模型来帮你做个行程规划。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规划。规划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叫 sub-goal decomposition， 就是子任务、子目标分解。今天我要去伦敦旅游，那我去伦敦可以把它拆解成为我早晨吃早饭，是吧？我住在哪个地方？我上午去哪玩？中午在哪吃？下午在哪玩？晚上住在哪？那这些其实都是 sub-goal decomposition。那今天大语言模型，当它像人一样具有了思考推理能力之后呢，也就是有了大脑之后呢，它可以分解任务了。所以这个是跟以前的 agent 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自动帮你分解任务了，所以它就可以自动执行任务了。那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左边这个 tools， 这个工具的调用、工具的使用。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类相比于其他的动物所拥有的非常独特的一个能力。那未来呢？我想说，可能我们小时候学课本的时候说，人类是唯一拥有这个能力的物种。如果将来我们把 AI 也当成这个物种的话，我想说，从 agentic AI 出现之后呢，人类就不是独有的拥有这个能力的物种了。这个我们的硅基的生命是吧？AI agent 它也拥有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了。当然了，它是建立在分解任务之后的使用。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都使用的所有的大模型公司提供的联网搜索功能，联网搜索功能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agent， 就是你提一个复杂的任务，比如说我想研究一下明略科技这家公司，那它的 AI planning 会帮你把这个任务分解成10个子任务，比如说我研究它的团队，研究它的创始人，研究它的产品，研究它的技术，研究它的专利，研究它的客户，研究它的财务报表，是吧？这些就是 sub-goal decomposition。那 tools 怎么去调用呢？非常简单，比如说他到网上去把某一组关键词 search 一下，他分了10个关键词，10组关键词 search 了10组结果回来，再做个总结，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执行任务的过程，我们就称之为一个 agent 的一个执行的任务过程。当然了，这个 agent 在调 tools 的时候，其实本质上也是在做 action。还有一点就是在它调 tools 和做 planning 的过程中，它也需要有长期和短期的记忆 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memory，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agent 它所做的工作，而 agent 背后所需要的技术我们称之为 agentic AI。 那当然今年其实真正让这个 agent 被我们全球的所有的大众所熟知，被投资人所熟知的核心也是另外一家公司叫 Manus 它的成功的推出。大家可能都知道 Manus 这家公司跟明略颇有渊源，咱们在场的很多的朋友也都是我们旗下的微办助手的产品的客户，是吧？企业微信的私域运营。那其实微办这个产品，它最开始的这个公司叫夜莺科技，夜莺科技的创始人其实就是 Manus 的创始人，也就是说 Manus 的创始人叫小红，他的上一家公司其实是被我们并购了，所以我跟他本人也是好朋友。他是今年真正让全球的投资者和全球的公众了解了 agent 到底能做什么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企业家，非常优秀的一个产品人。那他把 agent 做得特别好，做得好的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让我们整个 agent 里面的能力，也就是 tools 增加了很多，不仅仅是搜索引擎了，增加了什么呢？增加了浏览器和电脑的使用。因为它调了2个组件，一个叫 Broader Use， 一个叫 E2B。这2个组件核心是让 agent 有了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了。那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方，我说就像你家的一个阿姨，是吧？她原来是也是一个 agent， 但她原来最开始是她的工具是什么？她的工具是抹布，是吧？这个还有笤帚，她原来就是2个工具。那今天呢，我们给她了一组新的工具，她带了电脑来了，这个电脑可以上网，有浏览器，我们让她可以打开任何一个网页，她也甚至可以到 App Store 里面下载一个新的软件，去帮你解决一些复杂任务。比如说，她可以下载这个 Office， 是吧？她可以写 PPT， 她有 Outlook， 可以发 email。那这些工作如果她都可以做了，她还是你家的阿姨吗？她可能还是你的助理，但是不一定是她一个普通的阿姨了，是不是？她可能已经是你的 super assistant。所以实际上，今年 Manus 是真正让市场上让大家感受到了伟大的一个变革，是因为有更多的 tools 可以被 agent 的使用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 AI 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了。但是有了这些工具可以使用之后，一个新的问题来了，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可能我们的智商又不够了。我刚才讲了 ，agentic AI 是需要把我们的眼睛、耳朵、感官系统和我们的 generative AI， 也就是人的大脑以及手和脚
可以行动、可以使用工具这几个能力连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在虚拟世界里面的机器人，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尤其是在电脑上帮我们人类干活工作。但是呢，这3个连到一起以后，我突然有了手和脚以后，突然就发现，哎，我可能脑子又不够用了，是吧？我的智商又不够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讨论 AGI 的到来。Sam Altman 也就是 OpenAI 的创始人，他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对 AGI 做了一个阶段性的划分。他讲 AGI 的第一个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聊天的功能，就像我们的 GPT 的 3.5 呀、4.0 啊，包括 DeepSeek 的 R1。这 DeepSeek 的这个 3.0 的这个版本，实际上都是解决了聊天功能的 AI， 是吧？所以最早 AI 首先要解决聊天功能、语言能力，是吧？包括具有世界的基本的通识知识。那第2个阶段的 AGI 是在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做推理、做问题的求解，就是解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年里面，最核心的是这个领域有了一个技术的突破性的发展。我们今天人工智能在解决非常复杂的这种学术问题，都已经接近人类的水平，甚至超越人类的水平了，这是很厉害的。那但是真正产生价值的是到第3个阶段以后。核心就是这个 agentic AI， 就是 AGI 的第3个阶段，就是人工智能像人一样可以使用工具了，可以做复杂的任务了，而且不管是在物理世界里面还是在虚拟世界里面，逐渐都开始可以用了。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之为 agentic AI。而这个阶段其实它的难度就来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条蓝色的线，它是一个下滑的一条线，是吧？这条线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在不同的阶段的技术的成熟度。大家可以看到，在第1个阶段，就是在聊天AI 的这个阶段 ，conversational AI 的这个阶段，实际上今天的 AI 已经甚至超过人类的水平。在第2个阶段 ，reasoning AI 的这个阶段，其实 AI 跟人的水平今天是差不多，甚至超过了大部分的人，是吧？可能这个跟全世界每个领域的第1名还不一定能比得了。坦白讲，比99%的人应该都 OK 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但是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在 agentic AI 领域，其实今天的大模型技术，也就是说 agentic model， 做真正的agentic 的这个 AI 的大语言模型，其实今天它的能力帮助我们在工作中使用工具、调动工具做分解任务，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今天 AI 的能力还不足以强大到比人还厉害，它在很多任务上是做不过人的。所以这是今天 agentic AI 发展的状态，或者说 agentic model 发展的状态，就是它的这个分数，如果给它100分，它能得个30分、40分就不错了。所以它今天还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研究课题。那正好明略，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投入很多力量了，在细分垂直赛道里面，尤其是在咱们营销赛道里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今天我们的上下午都有很多的同事跟大家在这块做具体的一些进展的一些分享。当然，未来 AI 可以去作为一个创造者，一个非常厉害的创造者。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 AI 已经在很多领域参与我们的科学研究了。我就知道一些数学家在用 AI 来去解决一些大的命题，很多的化学家、生命科学家，他们用 AI 来发现新的药品的分子式，是吧？等等。我们都知道，去年我也分享过，其实去年这个诺贝尔奖已经有几个发给了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了，在不同的赛道里面。所以其实 AI 辅助人去做研究是第4个阶段。这个 innovative AI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这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有一天 AI 可以自己研发自己，是吧？这才是真正第4个阶段 AI 的核心的力量。AI 自己可以研发自己。那这件事情，大家如果今天去看我们在外面做一些分享，今天明略我们 DeepMiner 旗下的好几个模型现在已经都在尝试类似的工作的 AI 如何自己迭代自己，自己研发自己。举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一个智能体里面去调模型，模型每天都在升级，对不对？今天我们大家半夜都看到了这个是吧 Gemini 3是吧？刚发布了，它在很多领域里面又超过了其他的这些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升级到新的智能体里？那可能将来的状态就是我们的 agent 可以自己去换模型 ，agent 自己去测哪个模型更适合做Task A 哪个模型更适合 Task B 是吧？它可以自己去升级模型，自己换模型，用最新的、最适合这个任务的模型来去做。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AI 自动升级 AI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当然，终极的状态其实就 AI 形成自组织，甚至 AI 形成了自我意识。那当然，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也坦白讲，我没有那么欢迎第5个阶段的 AI 到来。我觉得第3个阶段、第4个阶段都还是造福人类的，第5个阶段可能就已经非常可怕了，威胁人类的存在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AGI 发展的5个阶段。那今天呢？当前我们今天的人工智能的工作者、从业者，其实大家都主要是在研发第3个阶段的 AI， 就是 agentic AI。而且 agentic AI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技术瓶颈。首先就是 to use 的这个瓶颈。
那我刚刚讲了，在物理世界的机器人，什么叫 tools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胳膊叫机械臂，是吧？机械腿，然后机器人的这个手呢，我们称之为 tools。其实，在机器人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把手称之为 tools。其实，我们因为胳膊上可以装各种各样不同的 tools， 比如我可以装一个螺丝刀来去拧螺丝，是吧？我可以装一个钳子，这是可以装不同的 tools 在这个机械臂上面。那今天当前的灵巧手仍然是我们具身智能领域的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攻克的一个技术门槛。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人类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如何做出一个很便宜的、什么都能做的、像人的手这么灵巧的一个机器人的手，我们叫机器灵巧手。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拿筷子这个事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家机器人公司能够做出一个灵巧手，能够非常熟练的掌握筷子的使用，说明确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高级的活，是吧？对于很多老外是搞不定的。那同样道理，今天对于机器人现在也搞不定。还有甚至我们的 AI 去做家务也一样。但是在我们的 Agentic AI 领域里面，其实它的灵巧手是用来干嘛的？我刚才讲了 Agentic AI 不是在物理世界行动，而是在虚拟世界里面行动。它的灵巧手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像人一样操作软件，不管是移动的 App 还是电脑的软件。今天其实也是我们在 Agentic AI 领域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术难题，也没有解决的特别好。这是我们 DeepMiner 也就是明略我们新发布的产品线里面重点在解决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工具特别多了以后，智商不够用的问题，是吧？就刚刚讲的灵巧手是你的小脑问题，还有个问题是大脑问题，就是当你的工具有1万个，你只有2个工具，一个抹布，一个笤帚，这个时候你其实还是很容易做 planning 的，是吧？我到底怎么分解任务？但今天如果我有1万个工具，互联网所有的软件都给你可以用，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一个复杂的任务，你去分解任务，把这个任务执行的很准确，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非常难了。这也是今天具身智能领域里面也是，如果假设你让机器人干特别复杂的任务，其实它的 planning 它的调度也会很难。我们现在在北京，其实大家之前也有看过机器人的运动会，是吧？打拳击啊，各种各样这些复杂的任务，其实对他来讲，他的规划就是规划他的手到底怎么走，是吧？他这个行动应该怎么去执行任务，这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可以选择的动作空间太大了。什么叫动作空间啊？大家可以想一下，我如果是一个机械臂的话，如果它只有1个轴，它其实无非就是往左转、往右转、往上转、往下转，是吧？当然转多少，其实这就是它的可以选择的空间。但是如果有6个轴的话，它其实就是6次方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其实如果真正在软件的世界里面，有1万个软件，每个软件都有不同的功能可以使用，而且先用 A 软件还是先用 B 软件，本身前后还有顺序问题，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排列组合的 counting 的问题了。那它的空间是爆炸的，而它的选项越多 ，AI 的 planning 难度越大。这个就跟下围棋一样，大家想想下围棋每一步其实并不复杂，是吧？361个选项，但是越往后越难，是吧？当你连续下10步的话，就非常非常难了。这个空间是爆炸的，所以它是挑战人类的智商的。同样道理，它也挑战了模型的智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今天我们行业里面存在的问题。那同样道理，在Agentic AI 领域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明略呢，我们也是在9月份刚刚发布了我们的新的产品线 DeepMiner。这个 DeepMiner 是跟秒针是同一个级别的产品线啊。秒针其实是大家都很熟悉 ，DeepMiner 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产品线，是我们的全新的Agentic AI， 也是我们的大模型的产品线。那这个大模型的产品线，它里面有3个组成部分，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 DeepMiner 的 Foundation Agent，DeepMiner-FA。那第2个是我们的一个灵巧手的模型 DeepMiner-Mano， 是吧 ？Mano 其实是西班牙语的手的意思，是吧？它就是一个灵巧手的大模型，可以像人一样操作软件。那第3个模型就是右边的，它用来做 planning 的我们的行业专家脑，是吧？叫 CITO。实际上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台的一个 Foundation Agent， 同时还有2个模型，这是我们整个 DeepMiner 这个产品线它的核心的组成。